我是天水碧，这是我诞生的故事，也是一个将错就错的故事。南唐李后主的后宫里，美和美主次高低是不一样的。我呢，本是众人习以为常的一款普通碧色，普通到谁都可以随手忘记。说起来，那真是一场值得铭记的遗忘啊，也是一次无心的过失。今夕不语，一夜生路。这一晚想必本也没什么不同，但对我而言却是谜一般的重生之夜。只记得自那一夕之后，我还是我，但再也不是昨日之我。世间有些事，或许本就是解不开的谜吧。宫女们究竟为何会忘了收起这尚未染好的丝帛，已经没有人知道了。但他们再次看到时，却是宫中从未有过的一种色泽。玉既妾常染碧，今夕未收悔路下，其色愈鲜明。面对这无法解释的意外，纵使多情而天才的后主李遇见我，也从此爱不释手，连连感叹造化天宫的神奇莫测。这个被人们反复提起的故事里，露水也许就是成色的关键。于是周围的一切开始变奏，在世人反复的言说与效仿中，南唐宫中的女子们甚至开始尽收露水。一时间，不知是天水碧染尽了江南，还是整个江南烟雨都被染尽了丝帛。拨开南唐迷离的后宫情调，你也许会好奇，作为青绿色系的新成员，我究竟来自何处？这要从中国最古老且应用最广的一种染色植物兰草说起。中招采兰，不盈一掺，是兰草与生俱来的诗性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则是古人对蓝染技艺最初的感受。我们中国传统中的青色系、碧色系，其实都是通过生叶染来染制而成的。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植物染的一个神奇的魅力之处，因为你在染它之前，并不知道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颜色，那只能通过我大量的实验以及我的一个经验值去判断。而染出的那个刹那呢，你会觉得非常的惊喜。面对植物染色的善变与不稳定，古人逐渐在摸索中掌握了美染技的奥秘。这是大自然的神奇馈赠，也是染色师们引以为傲的魔法。那么这个露水它其实就是大概率起到了一个美染剂的作用。古代人的这个一个智慧，就是通过美染剂来进行固色以及改变色相。与善变的生叶染色不同，经过发酵的蓝靛染则要牢靠得多。染色师也会通过青黄两色套染的方式，获取更稳定持久的色彩。但也许正因为生叶染色的善变与缺陷，才让露水中的某种微量元素有机可乘，误打误撞成了我赖以诞生的神秘美染剂。
天上露水到底包含了什么样的化学成分，是什么样的金属元素导致了这个染色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青绿色，这一定有它的道理。或许天地万物才是最伟大的调色师吧。不过终究是人类的辨识与青睐才赋予我们灵魂。要说我这样的心色之所以发端且盛行于南唐，便不得不提李煜超越世俗的眼光与才情。后人们可以在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中看到这个时代雅致而不失绚丽的风尚。画中舞姬的身姿也仿佛传递出宴会上跳动的乐声，引领着即将登场的下一场美学高峰。而从此，即使祖籍甘肃天水的宋太祖挥师横扫了南唐，即使史书一度使天水璧这名字蒙上不祥的阴影，历代女子们还是会一次次将这一抹碧色穿在身上。有些美想必是超越时间与悲欢的。大自然的这个变化是非常奇妙的，颜色也是如此。实际上我们这个大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，而且这个变化应该说它有它的规律，而且是会越变越好。我们应该善于发现自然环境中，特别颜色中的这些变化，用这些变化之中的美好来装点，来丰富我们的生活。天水璧，璧如洗，是一场将错就错的无心之过造就了我，也是不经意的江南烟水改变了我。所以去拥抱夜晚这无尽的凉意吧，在冷漠与幽暗中不忘生长，在静默与孤独中洗去杂念，在时间与造物的奥秘中等待转化，直到蜕变悄然降临。这就是我天水璧，哪怕被人遗忘，也相信奇迹终会发生。